一位32歲的男性工程師常常覺得壓力大，即使難得睡了6到7小時，還是覺得累。你以為這是年紀到了嗎？其實是身體誤以為你在冬眠，開啟了省電模式。而影響這個省電模式的關鍵就是我們的甲狀腺哦。這個健康的指標絕對不能漏掉。今天這支影片要教大家理解並且看懂檢測報告的重要訊息。首先，我們實際到了街頭，看看大家認不認識甲狀腺，知不知道甲狀腺在哪裡？請問你知道甲狀腺是什麼嗎？知道啊，知道。脖子這邊是關內分泌的，有啊，它是促進新陳代謝的。但它的功用是什麼？這個功能就不太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是這裡了。甲狀腺是一種全身化學的生產部門，它管理心跳、管新陳代謝、管理體溫。之前有就是經歷過甲狀腺相關的問題嗎？有，我16歲的時候，甲狀機能亢進。那時候醫師有跟你說就是要怎麼處理嗎？就吃藥啊。假設今天甲狀腺有狀況的話，你會想要問醫師什麼問題嗎？就是有什麼影響吧，因為我之前有朋友也是這裡甲狀腺腫大，所以他這裡就會腫起來，然後就說是會令到他不能吃太多鹽還是海鮮那些的。是有這樣的狀況，你覺得你會想問醫師什麼問題？就是如果是的話，如何治療，然後飲食方面要如何可以控制？大家似乎對甲狀腺並不陌生呢，但大多數的人不太清楚甲狀腺的功能是什麼。其實甲狀腺對我們來說超級重要，就像是身體裡的指揮官一樣。它長什麼樣子呢？其實它就像一隻小小的蝴蝶，輕輕地貼在我們脖子的前面，氣管的旁邊。這隻小蝴蝶可不是擺好看的哦。它主要負責製造和分泌2種很重要的荷爾蒙，我們叫它們 T3 和 T4。這些荷爾蒙會隨着我們的血液循環送到你身體的每一個細胞，告訴你的細胞說：“該工作嘍。”它主要會做什麼事呢？第一，控制新陳代謝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它是發電機，它決定你身體把吃進去的東西變成能量的速度，它管着你的體重體溫還有精神狀況哦。第二，協調生長。對小朋友和青少年來說甲狀腺的功能特別的重要，它會影響你的發育和生長哦。第三，影響全身，不只是這樣。它還會影響你的心跳、消化、肌肉功能，甚至連大腦的發育都跟它非常有關係哦。如果這個指揮官出了狀況，身體就會亂糟糟的。最常見的就是這2種情況，一個是甲狀腺功能亢進 （hyperthyroidism）， 簡單來說就是甲狀腺工作的太努力了，分泌了太多的荷爾蒙。這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心跳很快，體重一直掉，很容易覺得很緊張，脾氣變得很暴躁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甲狀腺功能低下 hypothyroidism。相反的如果我們的甲狀腺偷懶了，分泌太少的荷爾蒙，你可能會覺得很累，體重慢慢攀升，心情覺得鬱悶，而且還會覺得很怕冷。另外還有一些常見的問題，像是甲狀腺的結節或是囊腫、水泡等等，這些要注意的是甲狀腺的結構是不是出現問題，如果有的話，就要用影像學進一步來評估。而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聊的是甲狀腺功能相關的，比較是以抽血的方式來評估哦。那我們怎麼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這些狀況呢？其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從身體發出的訊號去觀察，像是有些人甲狀腺功能有異常的時候，可能會去影響到包括以下4個訊號：不明原因的疲倦感、體重的變化、心跳速率不規律、腸胃蠕動異常，或者是有些人会出現腹瀉便秘等等的症狀，這些都可能是甲狀腺在偷偷的抗議哦。另外在外觀的部分，剛剛街訪的影片有不少人有提到一些明顯的特徵。如果是甲狀腺功能亢進，就會有凸眼或是脖子腫大。凸眼的話，約有2成左右的人因為甲狀腺亢進，導致眼窩肌肉肥厚、脂肪增生及周遭的組織發炎、腫脹等等，進一步眼球被推擠向外突出。如果是甲狀腺功能低下，常見的會有皮膚乾澀、臉色蠟黃，這些小症狀可能都是我們的甲狀腺在求救。現在點擊右上方的按鈕，
測驗甲狀腺失衡指數，1分鐘快速檢視你的代謝指標是否亮紅燈哦。有些人啊，看到自己有這些的症狀，第一個反應會想，我是不是甲狀腺出了問題了？其實啊，不一定是疾病突然找上門，很多時候啊，可能是生活習慣在默默搞破壞。像有的人啊，拼命的節食，有的人啊，壓力爆棚，這些啊，都是會讓我們甲狀腺變得不穩定的因素哦。接下來我幫大家整理出5種高風險族群，大家可以對照看一看。第一種就是怕胖就拼命節食，吃超級少的女生，這樣啊，其實容易讓甲狀腺代謝出問題哦。第二種是壓力大的人，壓力荷爾蒙啊一上來也會牽動我們甲狀腺的平衡。第三種，我們在臨床上看到抽血數值好像有點異常，但是呢，卻還沒有到確診的標準。像這種就屬於亞臨床的甲狀腺低下或是亢進，可能啊已經出現一些症狀，像是疲倦啊、怕冷、心悸啊這些問題。但是呢，記得啊這些的族群要持續的追蹤哦。第4種類呢，就是抽血發現有甲狀腺的抗體，或是家族史有人有甲狀腺的疾病，那也要特別的小心，因為啊這些族群就算現在沒事，也不代表之後不會受到影響。最後第5種就是輪班啊，常常熬夜、作息紊亂的人，因為啊皮質醇、性荷爾蒙、甲狀腺這3個荷爾蒙啊彼此之間啊是會交互影響的，作息一亂，整個身體的調節也會被拖下水哦。那如果你聽到這邊，感覺自己好像每一個都有，擔心或是懷疑是不是甲狀腺出了問題，其實不用太緊張。最準確的方式，可以到醫療院所，請我們醫師評估，直接啊做抽血的檢查就可以咯。主要啊會看幾個數值 ，TSH、T3、T4， 還有更精細的像是游離的 T3 跟游離的 T4。先講 TSH， 它叫做甲狀腺刺激素，是我們腦下垂體分泌出來的，用來調節甲狀腺荷爾蒙哦，算是整個系統的上游指揮官。接着我們的甲狀腺啊就會分泌出甲狀腺素 T4， 但它呢會需要轉換成3點甲狀腺素 T3， 這樣才能在身體的其他器官組織去發揮實際的效用。游離的 T3 跟游離的 T4 是什麼呢？就是啊那些沒有跟蛋白質結合，可以直接發揮作用的活性荷爾蒙。雖然啊它們的量很少，不到1%，但真正影響我們的代謝就是這些哦。最後啊，我們臨床上最常看的3個關鍵值是 TSH、T4 跟游離 T4。如果 T4 跟游離 T4 太高， TSH 太低，那代表的可能是甲狀腺亢進。反過來，如果我們的 T4 太低， TSH 太高，有可能就是甲狀腺低下哦。看到這邊，應該會有人有這樣的疑惑：為什麼啊？我們都吃一樣的食物，有的人低下，有的人卻亢進呢？其實啊，甲狀腺荷爾蒙啊，它是一個波動性的，像是在壓力的狀態、自體免疫的抗體存在的時候，或者啊，你已經在吃甲狀腺亢進或甲狀腺低下的藥物，甚至啊，有些人是因為被感染導致甲狀腺的發炎。這些啊都可能影響到你的甲狀腺功能哦。要預防我們的甲狀腺功能亢進或是低下，其實呢，重點的方向有2個，一個呢就是飲食，另外一個就是壓力的管理。先講飲食，甲狀腺的運作啊，跟一些微量的營養素息息相關。最重要的就是像是硒啊、鋅啊、鐵啊、維生素 B12這幾個。硒元素啊，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T4 轉換成活性比較高的 T3， 像是呢巴西堅果、海鮮、肉類、家禽、內臟等等。其他來源啊，還有像是穀類啊，或是全穀製品哦。那另外呢，鋅的部分呢，它有助於我們的荷爾蒙的合成，缺乏的話會讓我們的代謝變慢。而在食物當中，像是蛋啊、牡蠣、肉類、大豆、南瓜子、核桃啊，都含有鋅哦。另外呢，就是鐵。它呢，一樣也有助於我們的荷爾蒙合成，缺乏的話，也有可能讓我們的代謝變慢。而常見含鐵的食物來源有肝臟類、紅肉、豆類跟堅果。最後一項呢，其實就是我們的維生素 B12。那含有 B12的食物呢，其實來源非常的豐富，像是我們剛剛講的肝臟類啊、魚類、肉類、家禽、蛋等等都有哦。整體啊，會建議大家要吃得均衡、多樣化。
並且呢少加工多天然，這樣我們的甲狀腺才不會被餓壞或是撐壞哦。再來啊是壓力，壓力啊有可能會促使我们的皮質醇分泌，而皮質醇呢又會影響我們的甲狀腺功能，所以啊越忙越亂越累的人，甲狀腺功能啊常常有可能會跟着出狀況。想要穩定我們的荷爾蒙啊，睡眠、放鬆跟規律的生活缺一不可。每天啊，給自己一點點的時間斷訊，像是啊做一些深呼吸啊、冥想啊、散步，或是聽音樂、伸展等等都很好。如果啊你是輪班族或者是長期熬夜者，盡量啊讓你的睡眠時間固定，也要記得白天的時候呢出門去曬曬太陽，幫助穩定調節我們的生理時鐘。另外呢，也會把運動啊當成舒壓的一個方式，像是騎腳踏車啊、跑步，這些都是很不錯的一個方法哦。總結一句話：吃得對，睡得好，壓力不爆表，這就是保護我們甲狀腺最實際的方法。至於呢，已經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的人，會有以下3點的建議。第一點，飲食原則，避免掉高碘的食物，像是海藻類、海帶啊、海苔、紫菜這一些。而海產類的部分呢，稍微還是要留一下攝取的量。烹調方式呢，以蒸、烤、烘、煮等等來取代煎跟炸哦。不吃加工食品，像是香腸、臘肉等等，並且啊，避免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飲品或食物，像是茶、咖啡，甚至菸酒的部分也要戒除哦。第二點，適度的壓力管理。第3點，按時服藥追蹤。至於呢，甲狀腺低下的人也有4點的建議： 1. 監測你的血壓以及心跳變化； 2. 控制你的體重； 3. 均衡飲食，多攝取富含纖維質的食物及水分補充； 4. 依照我們醫師的指示服用藥物，不要自行調整或者是斷然停藥，而且啊要按時的回診跟定期追蹤哦。總結，生活上有助於甲狀腺健康的小撇步，分享4大原則給大家：1. 均衡飲食，避免菸酒跟刺激性的一些飲食以及飲品； 2. 適度運動； 3. 保持充足的睡眠跟規律的作息； 4. 建立屬於你的舒壓方式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嘍。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。最後啊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跟分享，還有加入初日的官方 LINE， 獲得更多健康的資訊。對了，有件事非常的重要哦，那就是我們頻道的會員功能開通了，朋友們快來升級成為受粉，期待啊在會員專區看到大家。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嘍，拜拜。